G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在12月22号星期天的这一天，继续在桃园中立中原大学体育馆来进行女子组的赛事。在接下来为大家转播的这场比赛，将是由高雄台电女排来对上新北中鲜。这一场对战呢，也是两支球队在这个周末连续2天的一个对战戏码。我们来看到目前为止在女子组4队的一个排名状况，台北精华目前7胜3败，70%的胜率，目前是占据榜首。那高雄台电女排最近是在拉出了一波6连胜之后目前战绩现在是紧追台北精华，而且积分上面只差2分。第3名的新北中鲜6胜5败，16分的积分，排在第3。毅力营造今年到目前为止2胜11败，积分9分，排在第4名。而在女子组的一个得分排行榜方面毅力营造虽然目前在整个4队是排名最后1名，不过但是他们2名正中的攻击手都是年纪不到20岁的陈平宇跟简艺文。目前在女子组的一个得分排行榜上面是排在前2名。新北中鲜的张黎文186分是暂时并列第2，张一起也在女子组的得分榜上面排在前5名。大家好，我是查理，在今天中原大学体育馆的一个现场，跟我一起来负责现场转播工作的是大家熟悉的成功高中的陈美金教练。美金你好。亚力哥好。那当然，今天这场比赛刚才讲到，这是新北中鲜跟高雄台电的一个第4次交手了。台电最近是拉出了一波6连胜，那新北中鲜呢，他们最近的4场比赛吞下了3败。有人说新北中鲜虽然今年找了2位来自于泰国的这个洋将外援，但是感觉上这2位外援的表现，好像在新赛季到目前为止并不如预期，也使得新北中鲜目前在女组4队当中只能排在第3位。对，其实新北中鲜目前呢应该是在击发球这个部分比较缺乏，需要补强的因为其实在高度上呢，其实呢并不是太逊色因为正中呢有黎文那还有张一奇等等那在接发一个部分呢，确实是目前要去强化的。在今年前面3次的交手里面新北中鲜面对高雄台电好像是碰上了天敌一样，3场比赛都是被台电直落3。昨天的那场比赛其实阵中也只有张黎文表现算正常。张黎文在昨天对台电比赛拿下了全队最高的17分。而对上的另外一名攻击箭头张一起，这位来自于内湖高中的这个高大的攻击手，昨天对台电也只拿下9分。是昨天台电直落3击败新北中鲜，队中包括了快攻手胡小佩在内，总共有4个人得分都来到双位数以上，攻击点非常平均。有人说今年的这个台电女排虽然经过大换血，不过经过上半季刚开季有点跌跌撞撞之后最近是渐入佳境，小毛张丽云所带领的这支台电队现在是越打越好。对，当然在台电这边呢，其实他们呢本身每天就是有一个蛮规律性的一个练习那再加上呢，其实台电呢算是一个蛮稳定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其实呢好手呢也是呢现阶段大部分会被吸引到这个地方来刚才看到画面上，其实姚晨山教练跟王前斌教练也是前面几年企业排球联赛台电女排的教练。对，他们现在把执行教练的这工作交给小毛。对。好，场上介绍的是新北中鲜的球员进场。当然，今年新北中鲜是张恩崇教练直接下来执掌兵符。是。教练简佳慧小姐，管理周文玲小姐。今年新北中鲜阵中有一个这个跟明星陈乔恩撞名的这个大炮手。刚这个陈乔恩其实之前是花莲体中的田径队，是才转到内中1年就当上了国手。证明他这个打排球方面真的有他的一个天分在。对，来看到今年先发的高雄台电这边举球员洪家瑶搭配今年从自由球员转任回攻击手的徐婉云、胡小佩、黄继娟、彭雨柔，还有皮皮、曾婉玲2名自由球员吴敏玉跟钟红勋。而新北中鲜这一边举球员陈庭儒搭配张一起、叶瑜文、张黎文2位韩国的外援 Darling 以及 Jara Spong。2位自由球员分别是林启荣以及陈燕珍。
新北中心在昨天被台电女排直落3，今天张恩崇教练所带领的中心啊，想要在这场比赛来讨回面子。修正球，李文，张丽文的这一个攻击球打得非常长啊！是在昨天对台电虽然输球，但是李文也拿下了17分。张一奇的发球，其实以身材条件来讲，新北中心的球员绝对不会输给高雄台电。是李文，在2号位这边的进攻，一开始的前面2分都是张丽文拿下的。张丽文今年这个赛季啊，7排20年得分单场最高的一场比赛23分，也是在上个月11月23号那一场对台电的比赛拿下的。佳瑶这边做给攻击手，第一波进攻被拦回，吊球。徐婉云去年还是台电的自由球员啊，今年回到他最熟悉的这个大炮的位置。对。启勇接发之后，在这边的一个攻击被拦回，再给张丽文，彼此快攻。胡小飞的快攻被守下，张一奇只能够把球给垫过去。台电这边来一个背 C， 单手拦到，再给 Dora， 靠网球，洪雨柔，还是给黎文啊。今天第一局比赛一开始就有非常多的一个来回。是。这一分打得够久哦，张黎文这一个攻击再被台电给守下。哦，这一次有了，对，得分的是彭雨柔。12号的彭雨柔在昨天赛后也是跟着这个举球员一起来接受这个赛后的一个访问。我刚才这分打得真的够久，我觉得打了有2分钟以上。徐婉云的发球，这次发长了。哇，这个叶玉文的发球也是直接发出了界外。刚才黄金轩差点以为是他发球。是。张黎文的斜线攻击，但是这球打太斜了，攻击出界。时间差的进攻。对。没有人拦网。泰国的外援 Darin 这时候攻击得分，利用队友在前排的一个掩护哈。4比4。徐婉瑜接发，是黄金轩给的稍微高了一点。齐勇单脚背飞，徐婉云，黎文这球救得漂亮，好球达人在4号位这边攻击得分。
开网球。哇，这个漂亮啊！直接的一个偷袭得手。对，粗暴的得分哦。前排篮网如果有注意的话呢，往斜线切哦，应该是能够做接应的。比分现在是来到6比4，新北中先2分领先台电女排，所以台电这个时候喊出了暂停。还会不知道退快一点，不然你们没办法用力打，处理那个球等于人家的呛子，人家就会来打我们，好吗？直接发球先接一个，打这个，接这个，接这个，阿米，这个。一个回来，再见。新北中心最近是连拿3分，也逼得小毛教练这边就喊出了暂停。暂停过后回来，张丽文继续来发球。手腕做一个加压，但是稍微过低了。后排的进攻是彭雨柔，哇，这一次的强攻得手是利用这个中间手的外侧手哦，做一个突破。12号的彭雨柔在昨天对中信的比赛拿下11分，这个赛季他个人的单场最高得分是在11月2号对台北金华，彭雨柔拿下20分。现在暂停过后回来，马上是台电这边反超了比分，是同样是连拿3分，现在是7比6，1分领先新北中先。加油跟皮皮的组合拦网，这个后排攻击做给黎文，7比7，双方再度平手。发球的犯规，超出了边线，抓了这个泰国洋将 Tarin 的一个发球犯规，对，这在比赛当中是蛮少看到的。是。张一琪，哇，终于有了进攻的机会，不过张一琪这个球攻出了界外。对。哎，不过新北中心这边要挑战看看哦。挑战上位的界外球。这拿着阿宝的这个加油版就知道这绝对是叶玉文的球迷啊。他的爸爸跟妈妈。因为刚才张一琪那球斜线攻击出界他自己也不是那么的确定。是。张安成教练决定这时候来挑战看看。这个就是叶玉文的爸爸跟妈妈。是。那爸爸跟于文长得很像。画面上看到中线刚才另外一名举球员陈云珍嘛，是。我们现在手边有他爸爸妈妈请我们喝的一杯咖啡。是。哎，结果挑战失败，距离线边是蛮近的啦，不过挑战失败。那现在在这一局当中，新北中现在剩下1次的挑战机会。9比7，台电彭雨柔的发球。哇！
结果打这个背飞啊，完全被台电的拦网啊给预测到了。是。皮皮扎扎实实的拦下，现在10比7，落后3分的新北中先张恩崇教练喊出暂停。在。暂停过回来，台电的发球，启荣接发之后交给张一起，在4号位的攻击。台电这边婉云做一个吊球，还有抢死过的机会，皮皮来了。皮皮的招牌动作啊，单脚背飞啊，张一起的攻击结果再度是打出了界外。对，球也稍微比较开网一点哦，要这样子转直线的时候，稍微多撇了一点呢，就会来到线外了。11比7，准备发球的是彭宇龙。张一起这进攻球，彭宇龙如果不去接的话，说不定是出界。是。好，前排看到的这是一个成功的拦网。球一这么开网的修正哦，徐婉云先露出了一个笑容哦，不好打的一球哦。4号位的进攻，徐婉云的攻击被拦下来了。对。来看到拦到的最后应该是举球员陈庭儒啊哈。是。球呢是给的比较短线一点哦，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反弹球呢，其实都还有一个补位的机会哦。哇，皮皮修正，李文吊球，后排的彭宇柔这个球被拦回，在一起。哎呀，这个张一起这个进攻自己打在网带上。今天第一局一起的攻击的手感并不是那么的好。是。台电这边轮到了皮皮的发球，皮皮是这个赛季台电的队长。叶宇文，徐婉云，好球。这球启荣守得漂亮，哎呀，可惜啊。张恩崇教练决定再喊一个暂停啊，把这一局的第2次暂停也用掉。13比9，台电目前有着4分的领先优势。暂停后回来，皮皮继续来发，能够经过大伤啊，再回到球场，我觉得曾婉玲皮皮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对，因为复健是很漫长跟辛苦的过程哦。吊球，哇，阿宝是
漂亮的落点，应该看得很开心啊！这个吊球吊得非常聪明。是。停鲁的发球，徐婉云。台电对徐婉云在4号位的斜线攻击啊，这个祁荣虽然第一时间是上手球救到，对，但是没办法卡吧。对，徐婉云本身的一个绰号本来就是一个小钢炮哦，所以他的磅数是非常重的。时间差的进攻，再给徐婉云，拿回来之后，这次给到右边是景轩。捞到 chance ball 的机会，还是给敬轩。哇，这次换从中间切进来啊！对，切了一个第二时间哦，扣杀转到4号位来。所以不管是谁带台电啊，真的，你说钱斌也好，或者现在的这个小毛教练也好。在整个战术上啊，靠着平常扎实的这样的一个练球，真的是攻击手段非常的多元啊。对，当然像亚里哥讲的，因为有兵哦，还是差很多。徐婉云，好球，再给后排彭雨柔。哇，祁荣这个救得漂亮，是用手腕勾球。张黎文在这一次攻击得到了分数。对，黎文还是这个赛季啊，奇美中心最稳定的一个得分点。是，先前呢去过这个日本哦，那当然呢回来呢也会呢有许多的一个经验值哦跟吸收哦，回到这个台湾来展现。奇美中心换上来背号25号的张轩来发球，想要发一个短球，但是出现了失误。场上比分16比11。哇，这个接发球大包被扣下来，差一点点失分。秀珍的时候抢球。4号位的进攻，chance ball， 宇文，洪雨柔的攻击球被拦回来，再给敬轩。哇，这次来到他熟悉的2号位这边，面对2名拦网球员打了一个 touch out。这个球呢没有完全的一个反抓哦，基本上呢应该都是有办法得分的哦，因为是由内向外哦，直接往直线的一个路线冲哦。黎文，网球交给黎文，还是得到了他全好的分数。黄敬轩，你看，尽管面对有2名球员在他的正前方，他还是毫不犹豫啊，非常这个大胆的攻击。而且他的攻击的一个节奏是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的。要拦他就不好拦。对，高度又够。黎文这个球结果打在网袋，哇，这分数一下子被拉开了，20比11。新北中心要只靠张黎文一个人是不行的。必须要在2名洋将 Jarsbone 以及 Darren 方面也要有所发挥才行。是，黎文的得分也是打在直线的外侧手。阿宝发球。哇，
小佩。胡小佩在昨天的比赛也拿下了12分。李文的进攻，界内球。彭宇柔面对2名拦网球员，还是成功的打了一个 touch out。是。昨天到今天，哇，这4局的比赛，感觉高雄台电打得很轻松啊。对。彭宇柔这个球呢，其实是有卡在对的一个位置上哦。可惜哦，右手的一个抓球的一个弧度哦，还差了一些。张一起在这个时候重新的回到场上。徐婉云这个接发球直接在网上被压下来了。22比15，轮到刚才得分的 Jarspon 的发球，修正球，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拦网。对，听如哦，直接有点向外飞哦，整个是往回抓。没有想到彭宇柔这球是拼直线。对。22比16，那高雄台电这个时候小毛喊了一个暂停。台电到今年赛季进入到下半季，目前的战绩6胜2败，那2败都是输给台北精华。那今年对上中仙跟毅力营造都是取得全胜的战绩。这边又是一个接发球的骂包，界内球。Jarspon 直接往上把这个球给扣下来，扣的是很长了，不过压线是。减轻攻击的力道哦，带切到4米的落点哦，确实漂亮。Darry 这个球发给徐婉云，接发球修正，这是西北中心的机会哦。哇 ，Jarspon 这个攻击球结果没把握好，反而简单的打不好。是。台电这2名自由球员吴敏玉以及现在在场上的钟鸿勋，其实对台电球员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因为都是新生代。后排，平武这边交给张一起，张一起这一次的进攻有没有 touch？ 要不要挑战？球过长了。要挑战什么呢？应该是要挑战有没有这个拦网触球了。是。提醒您，在这个星期这个是企业排球联赛，有没有触球？有没有触球？没有触到，是没有的。所以新北中心这边挑战失败。比分现在24比17，在第1局，高雄台电来到了局末点 ，set point。场上发球是12号的彭宇柔。
起的攻击被守起，徐婉云好球，祁荣把这个球救起来，再交给张一起，在这边的斜线，徐婉云也救得不错哦。对，后排黎文，好球，这个球交给后排的张黎文。Ace 快攻，皮皮啊，打的是经验球啊，对，声东击西啊哈。皮皮拿下了第25分，也使得在第一局的比赛是25-18，高雄台电在这2天啊面对新北中心的比赛是一口气连拿4局了。我们休息一会儿。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1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1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颖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1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我会想要去一间比较好一点的美式餐厅那边吃饭。我还没尝试过在跨年的时候去露营。希望今年可以不要有比赛，然后让我们大家开开心心的去跨年看烟火。可以跟自己很好的朋友过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跨年，因为我好讨厌那种人很多，然后我也看不到烟火，就可能跟家里聚一聚。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就简单的生活。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
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家吃泡面，裹棉被，跟队友一起度过，不然就是跟家人。我想在家睡觉，跟老婆跟小孩一起度过，就可能去大世界或者是剑湖山去看看烟火。可能跟球队一起吃完饭、练完球之后回去，就是跟家人。想要去101的现场看一下烟火吧，跟家人在一起吃好吃的东西。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连续2天，高雄台电女排对上的都是新美中鲜。今年赛季的第4次碰头，第一局25比18，高雄台电可以说是赢得相当轻松。看到在第一局里面，高雄台电靠着对手新美中心的失误，拿下的分数就多达13分。那高雄台电在第一局只有出现1次失误的丢分，是哇，这一来一往就差了12分。对。来看到两边在第一局的攻击得分，在新美中心这边还是画面右边看到是比较倚重张黎文，张黎文在第一局的攻击来到7分。那台电这边包括徐婉云、彭雨柔，还有这个黄敬轩，其实他们的攻击点分布的相当的平均。是。我们排球协会的理事长、龚理事长，还有我们的张志平主播。廷儒的发球，敬轩的处理，齐荣垫高给张黎文，这个球还是被台电给救回来。彭雨柔 chance ball 的一个机会，阿宝好球！这个场边拿着加油看板的爸爸跟妈妈非常开心啊。虽然这一球呢，敬轩还是有试着要去做斜拦但是呢慢了一点对。廷儒继续发球，这个发直线发给黄敬轩接发，也破坏了黄敬轩的这样的一个接发。是。机会来到新北中先，阿宝再来一个。徐婉云来了，被齐勇守到。张一起。敬轩的攻击球被拦回。对。在前排是裁判认为是过往击球。过往击球吗？是讲胡小佩吗？不是在讲这个佳瑶但是其实佳瑶她有刻意的放低，不要高过网子但是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而且她是用拳头敲但裁判在那一个高度上看有没有过网，可能比较精准一点。彭雨柔接发，在这边胡小佩的快攻也被守起。是，张一琪。好，在第二局的一开始了，新北中心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开局对，3比0。这几球的一个进攻呢，其实我们看到打到拦网者的手形成不规则的一个弹跳，那表示呢拦网者的一个手型的一个动作呢，并没有固定的太好。然后修正手，不要扶有想要扶哪里？手后中然后手两边直线，齐龙。那这边也做了一些提醒对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阵容的一个站位让攻击手来做了解那在于对于修正球的一个应对上呢，在台电这边呢，该如何去做一些站位上面的一个调整？在这个赛季7排20年，中线还没有能够从台电手里拿下1局过。徐婉云的进攻，哇，
切进来之后，这球非常漂亮的打直线，对，是小钢炮。来看一下慢动作，真的是打得很好哦，就是很可惜哦，身高稍微迷你了一点。其实台湾的女排啊，真的是以前有出过非常多像徐婉莹这样的小钢炮。对，以前新北中间，大家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妞妞、罗一锦，其实也是属于小钢炮型。阿宝吊球抓了回来，哇，这球救得漂亮哦。是，景璇，还有吗？再组织一波，吴小佩。在前排的快攻得分，暂停过后回来，台电连追了2分回来。哇，徐婉莹这个球，结果发球出现了失误。张一起的这个球，结果也是出界。是。来看一下，距离线面还蛮近的。其实我觉得有挑战的一个空间的，但是张恩崇教练没有打算要挑战。李文吊球，球太靠网了。可是太靠网了，是让彭雨柔第一时间没办法来处理。阿宝的发球，彭雨柔。彭雨柔这个球闪对方拦网的手闪太多了，对，因为有一点没追到球哦，球呢是在右侧，要转到直线的一个位置哦。轮到阿宝的发球，这个赛季新北中心的队长叶宇文，季轩的攻击被手起。送到2号位给李文，张李文这个球在界内落地。对。轮到摄影组的右群了，他刚刚面对我们做摄影。蔡佑群也是在上个赛季啊，冠军队极速超跑阵中的一员。对。今年加盟台电女排。4比7。景璇的发球，哎呀，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球结果又出现了发球的失误。新北中心在第2局目前是有着8比4的领先优势。轮到是张黎文来发，黎文这球触网进哦，送到4号位这边给右群。哇 ，Darin。在4号位这边的攻击得分，这球直接打在了季轩的身上，赶快跟对手致意。宝宝球，对，还有再给蔡耀群。这球打在标志带上，这也是一个4级球了。对。哦，现在在第2局看起来新北中心有机会哦。
佳瑶这时候下来休息，把另外一名举球员刘玉纯给换上来。哎，哦，我以为是个 ace。对，但整个球的一个飞程跟落点哦是漂亮的。轮到是蔡佑群发球，4号位的接发进攻之后，在这边达伦的攻击被拦回。皮皮这个攻击球也被中线给守起来，吊球，徐婉云，张一起在这边的进攻打在后排。 比分现在来到11比5，新北中间有着6分的领先。修正球，徐婉云，刘玉纯再做给婉云，对，这一次啊，从篮网的2位球员中间穿过去了，是。 应该是打在快攻手的2只手之间呢。徐婉云的球呢，在拦网的时间哦，没有再做一个延伸的动作，很容易哦被他给打开了，因为磅数比较重。张一起的一个高打点，形成了一个 touch out。 新北中间，泰国的 Jarvis Bond 的发球，小佩，小佩的单脚背飞哦，确实也进步很多。阿宝，同样的是来一个单脚背飞花艺颜色，对。玉纯这边做给切进来的徐婉云，这个球被拦了回来。 黄继轩整个人扑下去救这个球，没有成功。对，其实婉云在攻击的时候呢，大部分会用身体做延伸哦，而且呢会拉高这个击球点，弹回来的球呢，其实大概都是这样，是可以补位的哦。只可惜队友并没有留意到。这个突然发直线，好，徐婉云跳得很高哦。 A 次快攻，哇！这一次被胡小佩单扣啊，直接给拦网给拦了回来。应该是也是太熟悉了，所以小佩起来呢，直接有右手是反抓的哦。这也是阿宝呢习惯打的路线。张一奇打到了标志杆，对，这个球攻击第一时间是先碰到标志杆才过网。 哇，台电这边追分也追得很快啊！是，一下子来到了14比10啊！现在领先的优势啊，在新北中间这边只剩下4分了。小佩篮你都拦上去，他每一颗都拦上去，所以你有时候反打一下。6，
来看看张恩崇教练喊的这个暂停有没有能够达到止血的效果。徐婉云在12月1号对毅力营造这场比赛单场拿下了21分的高分。在这边张黎文的攻击球被守起来，后排徐婉云这个球也被守到。对，李文被拦了回来。张一琪，双方这段时间啊，两边两侧的重炮对轰啊。对。而且这个张一琪哦，站在2号位置哦，其实呢，他打起来是更加的熟悉哦。哦，这球触网进，右群这球接得不错。敬轩，齐荣作为黎文，这个球应该是打在网袋，是弹回来了，所以是一个4级球。这一局新北中心在一开局就取得领先的情况之下，目前还是有着4分的领先优势。对于新北中心来讲，这一局一定要拿下。对。如果再被台电逆转的话，那我觉得，对气势战来说真的很伤。小佩的发球，好球！哇，这个球救得漂亮，对。玉纯的防守 ，Darin 这个攻击球结果被拦到了，皮皮跟敬轩的组合拦网是。现在比分15比12，哇，短短的5分钟不到，张恩崇教练连喊2次暂停。加油！好，暂停过后回来，高雄台电胡小佩的发球，这边做给 Darin 做一个吊球，玉纯、徐婉云修正，张黎文的攻击，球弹了起来，再给快攻，皮皮交给皮皮啊，是。你的瞬间爆发力还是很棒啊！对，又追进了1分了，哇，刺激喽！胡小佩锁定了 Darin 做接发球对象 ，Darin 接发之后，这边的一个攻击被守起，后排，再给黎文，刘玉纯，彼此快攻，再做给皮皮，对。还是有皮皮这一次皮皮又来了，他的一个招牌单脚背飞，是做一个前后切动的一个位移啊。这几波其实刘玉纯的一个防守也守得很好哦，不管是单脚背飞，或者是弹起来不规则的一个 touch 哦。Darin 的攻击球又被拦了回来，结果现在双方平手了，15比15。原本在第2局当中，新北中心最多的时候14比7，是领先最多来到7分，是。但是现在变成了15比15，对。也就是说，台电在这段时间当中打出了一波8比1的攻势。就是在攻击端的一个部分呢，被守起来的时候呢，其实在台电这边的攻击哦都有把握住哦。好球！好，队长阿宝这个时候挺身而出。
凶猛的 A 式快攻帮助新北中线再要回领先。徐婉云接发，在这边季轩是。金轩的攻击就是慢慢的、哦，但是出手的时候，其实那个狠劲还是在。很稳定的，真的就是像前面讲他，因为比较怪的这种出手的时间点，对，要抓他的拦网时间真的不容易抓。界内球，哎呦，结果这个球在界内落地是一个 ace， 是在最后的瞬间往下坠了。来看一下慢动作，黄金轩的这个发球，连老经验的祁荣都被骗到了。快攻，友群给后排徐婉云。17比17。6号下10号陈怡珍上，19号下9号陈朝阳上。哦，这个时候把黎文换下去休息啊，因为黎文前两局啊几乎没有什么休息。是。那换上来，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到的这个陈乔恩，180公分的身高。对，保持前排是3个攻击手。陈乔恩原本是花莲体中的田径队，但是转到内湖高中打排球，才打了1年就入选国手。这边好球，吼吼！说着说着就来了。对。18比17。右群接发，这个球其实是有被破坏到。是。云珍再举给陈乔恩，陈乔恩再拿1分，也是很敢打、啊。我很难想象哎，我在想是他国中小学是不是有打过排球啊？要不然你想说从田径队这样子转过来练排球，难道真的是练武奇才吗？就是练过田径之后爆发力更好哦。先放手这一个，没关系，处理压力。在昨天的赛后访问啊，小毛张丽云教练有跟2位一起接受访问的队员讲说，就要把这个笑容是在场上是要保持住，也就是说保持住轻松。蔡佑群，这个等到最后一刻啊，来打直线。是。台电18比19，1分落后，蔡佑群的发球，陈云珍再做给陈乔恩，徐婉云，好球，齐勇，哇，这分应该算齐勇的哦。这个往上球，徐婉云决定大力发呀，但是很可惜，进攻出界。齐勇是单手做一个延伸哦，把球呢给接了起来。中线在这个时候又把人高马大的张一起给换到了前排。玉纯，张轩把球救回来，祁荣，张一起把球垫过去。皮皮，哇，真的是他吃饭的地方啊！对，而且背后的一个快攻呢，单脚还来有3段哦。所以皮皮呢是先压进去哦，也是一个 C 快攻的意味哦，再把球呢带到长线端哦，所以一起的一个站位呢是站在里面的。
陈乔恩这个攻击球被拦回来，加一起，往上这个球守得不错，好球！哇，徐婉云，哇，刘玉纯这个球真的敢举哎，真的。这个如果是经验比较不好一点的举球员哦，就粘在网子上了。你看举起来之后还能够保持不触网，对，好看好看，20比20。皮皮曾婉玲继续来发球，陈乔恩。台电的呛死哦！哇，好球！高打点的 touch out。对，而且往上推啊！这个球一不小心哦，就会被盖回来了，因为球已经在拦网者的手里面了。要知道徐婉瑜面对的是2个拦网球员，几乎比他高1个头的，你知道吗？对，徐婉瑜不知道有没有比自由球员高。启荣接发之后。哇，这是一个骂包球，然后再攻击手触网。对。新北中间取球挑战项目为微触网犯规。刚才二裁是认定中线这边有前排有触网，对不对？对，就是攻击手要去处理球的时候触碰到网子哦。那张恩成教练提出来这一个挑战，那真的是蛮关键的哦。我觉得今天在中原大学体育馆没有像昨天那么冷，我觉得昨天好冷。好，阿宝的爸爸跟妈妈就在新北中线啦啦队的正后方。再过2天就是圣诞节了，所以这2天在中原大学体育馆是浓浓的圣诞味，有碰到啦。陈乔恩。有碰到，4号位的进攻，守起来喽，徐婉云。好球！哇，还是被启荣守到。徐婉云这个斜线真的是小钢炮哦。对。但启荣这几颗球呢，找球的一个位置哦，都非常的正确哦。其实自由球员林启荣真的，我觉得在这2局很多的救球都救得很漂亮。是。单手的延伸哦。张一琪。这个比较开网的球，做这样的一个5分力的攻击，反而收到了效果。是。你看，只有胡小佩跳，刘玉纯根本没有跳。泰国的 Jarspong 的发球，在这边同样的又是一个背飞，是胡小佩。现在拿下了第24分，第2局反而是高雄台电女排来到了第2局的局末点。哇，很难想象这第2局他们曾经一度7分的落后。对，张一琪，好球，徐婉云，小钢炮连发，所以第2局的比赛啊，最后的比分25比21。高雄台电现在对新北中先取得了2比0，局数上领先。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一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1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会想要去一间比较好一点的美式餐厅那边吃饭。我还没尝试过在跨年的时候去露营。希望今年可以不要有比赛，然后让我们大家开开心心的去跨年看烟火，可以跟自己很好的朋友过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跨年，因为我好讨厌那种人很多，然后我也看不到烟火，就可能跟家里聚一聚。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就简单的生活。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一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又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画面上看到，在第2局的统计数据啊，新北中心虽然在第2局啊减少了他们的失误，但是在最后的一个关头啊，还是被台电后来居上25-21，让台电队率先取得听牌。我真的觉得蛮可惜的，这个双方在第2局互换领先，曾经有3次之多，然后4度平手，中间曾经一度14-7，7分领先，是高雄台电，但最后还是被高雄台电的连续攻击反超了比数。对。比赛后段，其实陈乔恩替补上来，其实也打得不错。对。一度是20
1比21，但是一下子又被拉开。难道高雄台电真的是中间的天敌吗？在今天这场比赛之前的3场交手，全部都是直落3。第4局，刘玉纯，哇，就先那个 lucky ball。在比赛的后段上来啊，让今天让洪家瑶可以休息，好好休息了。是。李文，彭宇柔，好，这一个双人组合的拦网，阿宝跟张黎文成功的拦网得分。这样的一个球线太短哦。其实如果是以处理球的话呢，可能会来得比较好一点。胡小佩。这个 B 块没有配得很好，徐婉云把球送过来，吊球，阿宝在这边，这个吊球刚好掉到了无人地带，这球应该是婉云跟玉柔可以来处理哦。张一起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只有拿到5分呢。徐婉云的一个斜线攻击，哇，他真的是天生的攻击手。对。去年上个赛季整个赛季在台电担任自由球员，就觉得他好像打球不是那么的开心，储存了满满的能量。对，终于可以攻击了。哇，在这边成功的拦网，张丽文跟阿宝的一个双人组合拦网，拦下了蔡佑群的攻击球。是。蔡佑群的斜线攻击救回来，彭宇柔，中仙今年找来的这2名泰国的外援呢，Joris Bong 跟 Darin 虽然是大炮手，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他得分还没有打篮中的 Joris Bong 来的多。对。就感觉上这个外援的一个部分没有期望值的这么出色哦。切进来到中间，说的说忍 ，Darin 的攻击得分。快攻。后排给黎文，这个球有，是5比3，新北中仙目前在第3局2分领先。除了张黎文之外，必须要有更多的攻击点要跳出来啊。蔡佑群接发之后，在这边彭宇柔要到了touch out，对，拦网的时候碰到了标志杆呢。打在 Darin， 哎，有打在 Darin 手上吗？有。修正球。哇哦 ，Joris Bong 刚好打在快攻手的手上。刚才看到在廷儒啊救球之后啊，赶快跑回来要跟 Joris Bong 2个人做组合的一个拦网。当然这个球结果罚球失误，送给台电1分，比分来到6比5。
张一琪，好球。其实第2局跟第3局的前段呢，中线在整个攻击上都发挥的不错。对。徐婉云来了，第2波的进攻。哦，这个球没有大力打，技术球啊。对，其实是有点打这种带切的这种打法。对 ，inside out。台电追上来喽，6比7。队长皮皮的发球，发给张一琪。阿宝吊球。叶玉文这球打得也非常聪明啊！看到对他拦网的是徐婉云，而且背后这一边黄敬轩有一段距离啊。只有球员不在家。哦。徐婉云来了。徐婉云的进攻 ，chance ball 的机会。哦，一起这个球来得不错哦。是。吊球。哇，这个球被徐婉云给吊到啊！前排的西北中间的球员尖叫一声。是。因为其实，在球已经靠网了，几乎是落在拦网者的手中了。那拦网者是直接向前压球的话呢，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情形了。如果是放着的话呢，球来的方向再去做抓球呢，这个球就会被丢回去了。肩膀，手到。这球打在刘玉纯的身上。是。看起来应该还好，没什么大碍。但这个动作是对的。哎，这个慢动作看起来好像打到脸呢。他是想要往上顶哦。单脚背飞。吴小佩。小佩跟玉纯这个配合做得非常好。是。又回到1分差距。李维的攻击球被守起来，球垫高。洪以柔的攻击结果出界了。高手排练请求挑战上位拦网出球。台电这边要挑战对方是不是在拦网的时候有 touch。来看一下，看起来没有吧？西北中线队长叶玉文的发球，黄雨柔，哦，这个球打在了张一琪的身上，是，一路飞到西北中线的这个教练席这边。成功的破坏。中线现在还是有着2分的领先优势，11比9。徐婉莹接发，蔡佑群，这个进攻球被拦回来。洪雨柔，哇，真的很敢打。你看这个彭雨柔
面对篮网球员打直线。终于啊，这个泰国的外援 Darin 接发之后自己的攻击得分。直接拨了过来，后排黎文，彭宇柔在这边，皮哦，皮有点半打跟半拍的动作。皮最喜欢打这种球了。对。蔡佑群发给张一起，张一起接发之后的进攻有没有 touch 呢？没有，因为刘一纯的手没有拿起来了。西北中心这边也不准备要挑战。那现在第3局又回到12比12，哇，这个比赛前段的一路领先，现在又被台电给追平。是，黎文、徐婉云。张一起4号位的斜线重炮守了起来，后排蔡耀群再给一起，这个球在界内是好球。触网，吹的是新北中心前排球员的触网。是。皮今天得分也来到2位数的10分了。球给的太高，被救起。对。结果现在反而是在胡小佩这边攻击得分。张以晴吊球。还是做给一起，对，换掉长一点啊。对，14比14。小毛教练现在把皮给换下去休息。4号位的进攻。张一琪，这个球穿过了在前排玉纯跟小佩的一个组合拦网。对，往斜线的地方走，但是呢手腕呢是有一点带切哦。徐婉云，哇，这球祁荣已经是尽全力了。但徐婉云的这个小钢炮球速真的太快，是。你看到他打这个大斜线，15比15。阿宝，单脚背飞，双方你来我往啊。对，而且吴明玉的这个接发呢是接得很到位哦。
李文，台电守起了这一波，现在蔡友群的攻击也被拦回来。洪宇柔，哇，洪宇柔的这个球打在了后排张一琪的手上啊，喷掉。这几个球呢都是往直线走哦，那当然直线的人的一个卡位哦，都卡得比较偏斜线哦。新北中先张恩聪总教练啊，选择在这个16比171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喊出这个暂停。在。彼此快攻，好，暂停有用啊！在暂停过后，现在新北中心把比分给追平了。洪宇柔的攻击，这个球被守起来，张轩守得不错哦。吊球，再给黎文，这一次的一个长线啊，打在后排，徐婉云救球出界。洪宇柔，很可惜哦，出界哦。在暂停过后回来之后啊，新北中心连拿了3分，现在又是再度后来居上，19比17，目前2分领先。高雄台电哦，刚才看到徐婉云的手啊，右手这边靠近手腕的部分好像有些挂彩哦。应该是救球的时候摩擦破皮哦，那一个位置上的话。徐婉云今年从自由转任攻击手，到目前为止这9场比赛，加上今天这一场第9场。他每一场比赛的得分都是很稳定的，在2位数以上，是他都没有得分在个位数，所以他真的是天生的是要当攻击手啊。但还好当过自由之后呢，其实接发哦也提升许多。这血还是止不住哦，可能还是要用 OK 绷把它贴一下。是。这时候是不是要把它先换下去呢？还是来看一下刚才就是这一个哦，就是这个铺地的时候，对，就是这个铺地。所以徐婉云这时候下去来做一些包扎。换上陈思雨。陈思雨也是毕业于中山工商，也是你的学妹了哈。对。阿宝的发球，这边是一个骂包，哇！但是 Jarspon 这个往前的骂包没有能够拿下分数。张黎文的这个攻击结果出界啊！是。其实，在后面呢，在台电这边一个拦网呢，在面对黎文的时候，起跳时间哦，其实有调整再慢一点哦，让黎文呢不要先看到拦网的一个位置哦。修正球。
被守了起来，界内球。比分现在来到了20比18，新北中先有没有机会啊？在今年气排20年例行赛啊，从高雄这个台电这边手里拿下一局呢？再给彭宇荣，还是被祁隆守起来。哦，这个防守不错哦。对，彭宇柔这边想要吊，但是最后打得比较犹豫啊，反而第一时间被压了回来。4号位的进攻，蔡友勋这个时候攻击出界了。高雄台电这边挑战拦网触球，有机会成功吗？当然，阿宝的爸爸妈妈是绝对希望不要成功的。那每一次的有球队提出挑战，有的时候很快，那有的时候时间可能在这个电脑方面、搜寻方面就会比较慢一点。有触到吗？挑战裁判那边，其实，在整个电视辅助判决系统那边有一个专职的裁判，会做出挑战成功的一个判决，然后主审一裁现在认定，也是应该是有确定的事啊。是。哇，那这一分其实还蛮巨大的一分哦。4分跟2分的差距。哇，这次是挑战成功啊！现在再把敬轩换回来到场上，还有佳瑶，来到后排发球。哇！结果在这个时候接发球出现了要命的失误啊！而且是祁隆少有的失误哦，因为刚好发在这个快攻手的身后。随着台电挑战成功，加上这次接发球的失误啊，第3局的比赛回到了1分差。张恩崇教练这个时候请求暂停。
这是下一场比赛啊，联庄男排的老板啊，连华荣连董，以及中原大学的陈克洲教练。单脚背飞，水冷球，景轩。这个球在网上的相持，还有非常的开网哦。景轩，哇，被拦回去。做给4号位陈乔恩，但是这个球进攻上出现了失误啊。对。乔恩应该是比较适合打一些比较高一点、慢一点的球哦，让他有一个充足的一个准备啊。西北中间请求替补10号下2号张宇文上，9号下19号王成平上。好，这一次的快攻，现在要新北中线再度的要回领先，22比21。这时候考验抗压力喽。是。新北中线场上发球的是他们的泰国外援 Darin。蔡佑群接发，在这边黄继轩这个球被拦了回来。对，台联这边蛮多的球哦，给的都是比较短一点哦。黎文这个球救回来给张一奇，结果这个球是一个 touch， 来到后排这边洪家瑶第一时间也没有能够把球给救回来。是。比分现在在第3局，新北中先24比21，来到了局末点。11号下12号黄宇文上。这个赛季新北中线还没有能够从高雄台电手里拿下1局过。徐婉云接发，机会球，张一起做一个吊球，第3局结束。哇，终于啊，这个赛季企业排球联赛第20年，这个高雄台电与新北中线的交手，在第3局，新北中线以25比21拿下了第3局，也让这场比赛要来打第4局了。我们休息一会儿。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1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
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家吃泡面，裹棉被，跟队友一起度过，不然就是跟家人。我想在家睡觉，跟老婆跟小孩一起度过，就可能去大世界或者是剑湖山去看看烟火。可能跟球队一起吃完饭、练完球之后回去就是跟家人。想要去101的现场看一下烟火吧，跟家人在一起吃好吃的东西。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一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1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新北中先在第3局以25比21扳回了一城，而这也是在今年7排20年赛季第一次新北中先能够从高雄台电女排手里拿下1局。看到在第3局当中，新北中先有着比较好的一个攻击得分率，那失误当然也比台电来的少一点，而且在第3局的单局，看到新北中先有4次的拦网得分，这也是他们能够在最后以25比21拿下第3局的一个关键。我们来看到在第3局攻击得分的一个分布那当然在整个高雄台电这边得分点还是比较多，而且比较平均中先这边在第3局重点是张一起在第3局苏醒过来了，在第3局他单局拿下了6分。那队长阿宝叶瑜文在第3局也拿下了4分，包括了重要的拦网得分。好，接下来就要来看看在第4局的比赛，今年台电女排面对新北中先，之前3场比赛是3战全胜。这又是一个成功的拦网得分，黎文。
台电在今年打过2场5局大战，2场的对手都是金华。今年2场5局大战，台电的战绩是1胜1败。这个球打在上手的这边，结果没有能够把球给救起来。徐婉云的发球，哇，这个接发被破坏了。黎文修正球的攻击，彼此快攻。今天在台电这边，刘玉纯举球的时间上场时间反而比佳瑶要来的更多一点。在这边，彭雨柔的攻击又遭到了拦网。哇，第3、第4局这2局，中心的拦网做得不错哦。张一起的发球，再给彭雨柔，这一次的攻击结果又出界了。是。有机会看到一场5局大战吗？后排的进攻，结果打在网带上，徐婉云。所以第4局4比1，新北中先。其实2、3、4局的开局都是新北中先在一开局取得领先。中先在今年打过2场5局大战，2场5局大战的对手都是年轻美眉的毅力营造。那2场5局大战都是中先获胜。再给彭雨柔，黎文。哇，这个球差一点点啊！在对面新北中线这边，请来了场地工作人员，把地上的汗水擦一擦。高雄台电继续由胡小佩来发球。哇，第一时间想要来一个吊球，对，但是直接被对方第一时间给压回来，直接是丢回去哦。皮皮的确也是非常老经验啊。皮皮接内球，5比4，目前在第4局，新北中线还是有着1分的领先。时间差的进攻。还有，再来一波快攻，再做给黎文，这一次有了。李文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全队得分最高啊，拿下了15分。哇，玉纯，刘玉纯原地起跳，也就跟我们前面一场比赛看的这个男子组的桃园台产的举球员林千一样，刘玉纯这个左撇子的举球员，他的进攻欲望也是很强。是。
蔡佑群发球。在女子的比赛啊，就很常看到这样的一个单脚背飞。是。徐婉云、张一琪，应该还是要给一起。是。这球打在彭雨柔的正面，攻击得分。张一琪赶快跟彭雨柔来致意一下。对。来看一下这个慢动作。8比5。皮皮的背飞，这个球没有能够守起来，有机会，但是没有能够守起来。吊球，徐婉云从2名拦网球员的中间穿了过去，攻击得分。在这边再度来了一个单脚背飞，是，还是被打了下来啊。9比7，目前西北中先2分领先，来自于泰国的 Jarspong。这球发过来之后，现在让胡小佩也来打个单脚背飞。张一琪来处理。张一琪第2次的攻击还是被守起，刘玉纯给徐婉云，第一时间被压下来。哇哦！哇，徐婉云刚才这个球选择用吊的，被阿宝抓了回来啊。再来看一下慢动作，徐婉云、阿宝左手直接往下压。要挑战吗？新北中先这边并没有挑战界内界外。界内球，非常重要的一个 ace 啊！左手的举球员刘玉纯。张一琪没有机会，只能把球垫过来。是。开网球给徐婉云。张一琪进攻，再给徐婉云。球垫高，再给婉云。哎呦，在这边有 touch， 是，有 touch。虽然是攻击出界啊，但是因为拦网的台电球员是有 touch 到，是，应该是有碰到彭雨柔的左手啊。哦，第4局战况又是进入白热化了。蔡佑群接发，在这边胡小佩单脚背飞攻击得分。快攻！阿宝的这一个进攻球，第一时间被胡小佩给抓到。再给蔡佑群，哇！界内球，
重要的一分啊，蔡佑群确实哦，帮助高雄台电现在扳平了比数了，11比11。这球打在自由球员的手上，是钟鸿勋，高中是来自于屏东的枋寮高中。A 4快攻，弹了回来，再给蔡耀群界内球。哇哦！蔡佑群在第4局开始发威了。昨天对新北中信的比赛，蔡佑群全场是没有得分。这就手起哦，后排给徐婉云。张黎文，再给黎文这个球，还有机会，还有洪雨柔，哇，这一分精彩啊！黎文再来，这一次的攻击得分，张黎文。难道是队长阿宝的发球？切进来的彭雨柔，13比13。三角背飞，皮皮。Darin 的修正球攻击，修正球，蔡佑群。黎文这个球在空中直接被皮皮跟蔡佑群2个人的组合给抓下来了。对。来看一下，应该是皮皮抓的。对。皮皮起来的时候会看拦网这个攻击手的动作，那攻击手呢要吊球的时候呢，他的手不会去往前压哦，才有办法呢把这个球呢给丢回去啊。应该是轮到彭雨柔发球，但是刚才佑群跑去想要发球，停入给 Darin 这一个长攻有。再度回到平手，14比14。徐婉云接发之后，蔡佑群4号位的攻击，结果被拦了回来。廷儒跟 Jarvis Bond 2个人组合的拦网。哇！现在帮助新北中先又是再度反超比分，15比14。好球！皮皮的单脚背飞，漂亮的直线扣杀。廷儒这边做给了 Darin 吊球，被守住徐婉云。哇，小钢炮在这个时候发威了。
Darin 接发就太靠网，再给徐婉云，交给徐婉云，这一个斜线的攻击，徐婉云，哇，现在帮助台电后来居上，是，而且是一个切半边的球哦，打得漂亮。今天徐婉云其实蛮多次都是靠这样的一个得分手段啊，这种带切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球。新北中先张恩崇教练请求暂停。刚才讲到台电在今年2场5局大战啊，对金华是1胜1败。啊，新北中先今年2场5局大战啊，对手都是毅力营造，2场都是新北中先获胜。那现在就看看新北中先能不能把这场比赛啊拖进到5局大战。蔡佑群暂停过回来发球，发一个短球给 Darin，Darin 接发之后的攻击被守起来。徐婉云，哇！界内球。这一段时间，这一波4比0的攻势啊，徐婉玲扮演了重要角色。是。19号下，10号陈宇正上，2号下3号上，再见。新北中先这个时候把举球员陈廷儒给换下来休息了。单脚背飞吊球，哇，这球没有大力的做一个背飞的扣杀，反而是用一个往外拨的这样的一个吊球。皮皮真的是打的是非常老经验，因为这一个球他要打直线哦，但是球不够长啊。对。19比15啊！现在在新北中先这个时候再度的请求暂停。其实2、3、4局的走向都差不多，都是比赛前段啊，新北中先都是拥有这样的大概领先。是。但是到了中段之后，你看在第2局跟现在第4局，都是台电这一边啊，靠着比较好的一个进攻反超比分。蔡佑群的发球已经是让台电这边反超比数了。皮皮球，皮皮的一个往返的跟上的一个速度哦，相当快哦。从14比15落后的情况之下，最近的高雄台电已经是拉出一波6比0了。蔡佑群发短，好。总算是中断了对手这一波6比0了。蔡一杰的攻击得分。这时候把张一起又换上来。Darin 发给皮皮的攻击被拦了回来，徐婉云这个球也被拦回。新北中线还没有放弃哦，连追了2分回来。再给徐婉云，中线的机会哦，哎，哇！
搭配上出现了 miss 哦。连总教练张彦崇也摇头啊，这球感觉是要给 Jarvis Bone。3亿没有做好啊。这一分对新北中心来说蛮伤的。张一喜的攻击球被拦回，再给张一喜吊球。这球还是要给张一喜吗？结果张一喜这个球攻击出界。是。这几波其实蔡佑群的一个防守其实都守得很好哦。中线这边要提出挑战。挑战刚才张一喜的进攻出界啊，在新北中心这边高雄台电的防守有没有拦网触球？应该差蛮远的了哈。所以现在比分是来到了22-17，台电现在有着5分的领先。皮皮这个时候的发球想要来发一个短球，结果出现了失误。蔡佑群接发，在这边给胡小佩。张一奇，哇，连续一左一右这2波的进攻，张一奇都打出了界外。对，而且刚刚这一颗其实是单人拦网哦，当然因为球也太开网了，他不好打。分数来到23-18。哦，这球守得漂亮哦！是，吊球，有一纯这边做给彭宇柔，这一球中线守起来，张一奇的这个球有了，哇！台电的第24分啊，来到局末点的这一分，硬是拿不下来。还有变数吗？新北中线举球员陈廷儒继续来发。单脚背飞，好球！胡小佩，由胡小佩拿下了听牌的1分。24-20 ，match point， 这场比赛来到了赛末点。张一奇这个球 touch out。跟昨天直落3不一样，今天的新北中线面对高雄台电打的是非常有竞争力。是张一喜今天到目前为止也拿下了17分，其实我觉得他得分应该要更高的，如果没有那几个出界的失误的话。彭宇柔，这就喷得很高，不过救起来了。玉纯垫高给右群，齐荣交给黎文。再给蔡佑群，再交给蔡佑群，这个球喷掉。蔡佑群拿下了这场比赛的最后1分。第4局的比赛25-21，连续2天在中原大学体育馆看到了高雄台电女排，在昨天是以直落3，今天则是4局大赛3-1获胜。
恭喜高雄台电女排拿下了他们最近的7连胜，目前7胜2败的战绩，仍然在女子组4队当中排名第1。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来听赛后访问。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收过一个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抽到一个 UA 的包包，蛮实用的。然后最坏的礼物大概就是一包卫生纸吧。收到一个非常80年代的一个女歌手的唱片，因为那个是要用那种很老式的唱片机放啊，家里也没有，所以后来就摆在家里，然后就摆很久。让我最难忘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对我觉得蛮实用的，但是我觉得很。大学的时候交换到一瓶很独特的百威啤酒。那时候我们学校玩交换礼物，然后他就抽到老师的 Uniqlo 2000块随便选。高中要搞怪，所以我收过最奇怪的礼物是那种焊接的那个面罩，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用。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的运都蛮好的耶，就是每次我抽的礼物都一定是抽到那里面最好的。但我有看过，就是有学姐她的礼物是卫生纸，然后还有学姐去 Seven 买那种微波食品，就说送你吃一餐。记得好像抽到垃圾桶吧？对，因为那时候有金额限制，对，好像不能超过200块。燕麦棒，我送的。原本我是送一个手套，我觉得手套好像不太够，我就加1盒燕麦棒进去。我圣诞节收过最大的红包就2万块。我大一的时候，学长就是提议说要准备一些比较奇怪、有趣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抽到一根甘蔗。去年小玉姐她送那个慧莹一套那个恐龙装，然后她就在那个姜母鸭店当场换上那个恐龙装，然后跟大家一起合照这样。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在家吃泡面，裹棉被，跟队友一起度过，不然就是跟家人。我想在家睡觉，跟老婆跟小孩一起度过，就可能去大世界或者是剑湖山去看看烟火。可能跟球队一起吃完饭、练完球之后回去，就是跟家人。想要去101的现场看一下烟火吧，跟家人在一起吃好吃的东西。
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的，耶诞节前夕啊，12月22号在中原大学体育馆，恭喜高雄台电女排啊，在今天是以4局大战3比1击败了对手新北中先，拿下了他们最近的7连胜。赛后的访问就问到，这个张丽云、那个小毛教练，还有2位球员皮皮、曾婉云，还有以及那个婉云。好，我们先问一下这个小毛教练，就是开季2连败之后，那最近拉出了一波7连胜，你觉得球队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你今年这样第一次这样带队？我觉得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怎么跟彼此沟通，然后对于解读比赛的能力还没有那么好。那我觉得在练习也好，或者是比赛越来越多之后，他们在沟通上就比较精准，然后比较知道队友需要什么样的帮忙，所以在解读比赛来说也会比较快。昨天赛后的访问，知名主播说是带着笑容嘛，气氛嘛。那当然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面对新北中先，你们之前对新北中先打得非常顺，都是10落3。今天在第3局被对方拿了1局，而且那一局好像被拦的球蛮多的。对，在面对逆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比较期望你的球员能够做到什么？我觉得他们还是刚刚讲解读比赛的能力。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可能落后，或者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其实他们在场上是第一时间有反应的人，所以我会比较希望他们可以做出一些判断来。今年队数变少了啊，所以对决的次数变多了，对，大家会变得相对比较熟悉。对下半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继续连胜。继续连胜。好，那接下来就要问到皮皮喽。皮皮刚才在私下聊说，你今年确定真的是最后1年吗？对，因为看你今天这场表现，单场17分这样的爆量的一个演出，你看从小毛教练到婉瑜这边都摇头，希望学姐再多打。你看你受大伤休息了那么久，刚刚问你，我没有休很久，休2年。2年没有很久吗？没有很久。聊一聊，就是你今天这样的高得分的一个表现，你自己觉得在受伤前跟受伤后，场上的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跟你的心得好了。我觉得就是在爆发力上面，还有敏捷，我还是觉得我有点比之前再慢一拍。对，然后就是希望之后可以再调整得更好，然后可以调到像我之前一样的速度，进去的时间timing抓得很好，这样。很多球迷不知道你之前受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大伤，要不要再仔细的跟大家讲一下？十字韧带断掉，内外半月管破掉，然后还有内侧副韧带撕裂伤。所以才让你休息了2年的时间，而且你真的靠着不错的一个意志力重新回到球场，而且在今年赛季真的是我觉得作为学妹们这样的一个表率。那接下来你对自己，如果真的是最后1年的话，现在也来到下半季了，每一场比赛都要好好珍惜。有没有自己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我希望我在退役的时候是冠军的时候退役。对，很棒的一个目标啊！希望能够带着冠军在最高峰的时候退伍。好，谢谢皮皮。那接下来问到就是婉云。婉云去年访问你的时候，你是担任台电的自由球员。那今年回到攻击手这个位置，那到目前为止，球队开季2连败之后7连胜，这9场比赛，其实你的表现攻击是蛮稳定的。我看你的数据，每一场比赛得分都是超过了双位数，今天也是得到了17分。跟那个皮皮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得分，你自己怎么看待那角色的转换？你比较喜欢当攻击手，对不对？对，没错。那你怎么看今年回到攻击手这个角色嘞？其实，在一开始回到攻击的时候，其实蛮没有自信的，因为可能空了2年没有在前排跳的那种感觉，所以在一开始那个时间节奏上会抓不太准，就可能之前你会有一个光环在那边，但是你会想办法怎么回到那之前的那个样子。因为之前这2年当自由球员，场上都是专门负责防守嘛。对。他现在可以来到后场发球，而且可以来到前排攻击，重新回到这个进攻球员角色，对你来说是觉得很棒的。那你对你自己今年在跟队友的一个配合，还有跟台电这些过去的这些学姐们的配合，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想吗？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里面算是一个。可以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核心人物吧，就是可能在里面发挥的比较稳定的话，可以稳定军心，然后可能带领着他们一起往前。所以可能在状况不好的时候，其实大家还可以再互相 cover 这样。
OK， 好，那就是今天赛后记者会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小毛教练，谢谢婉云，也谢谢皮皮，希望就是你们今年下半季的愿望跟目标都能够成真。那接下来就是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球评美静了。那非常恭喜台电今天以3-1取得这个胜利那在新北中线的一个部分呢，当然在这个李文的一个进攻确实是没有话说，还有这个奇隆的一个防守整场呢真的是满场飞然后呢这个手到球的一个品质甚至呢单手的一个延伸动作呢都是令人呢印象深刻我们看到这场比赛4局大战那最后的比分高雄台电是以3-1拿下了7连胜。哇，在开季2连败之后拿下了7连胜，尤其是他们2场败仗都是输给台北精华。我觉得在整个今年的女子组剩下4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觉得每一场对于要争冠来说对于不管台电也好，或者是台北精华也好，乃至于新北中仙也好，我觉得来到下半季每一场比赛，其实对于季后赛如何的调整，其实都蛮重要的。是，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皮皮呢已经疗伤2年了嘛，那起码也是多打个2年是，其实刚才在私下问他说，你确定你真的今年是最后1年吗？是，他说我都已经快29岁。其实我说实在的，以排球球员来讲，真的快29岁，其实还很年轻。这个时候是正当你经验最好，然后体力最好的时候。是，对，因为其实这个运动的年限非常的短网花可能会怀念可以飞起来的时候。好，今天转播工作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提醒您，在稍后我们要另外送上的是男子组由连庄男排对上云林美金农的比赛。今天差一点点，第2场就是5局大战。我们希望在第3场比赛，这2支今年非常有机会在男子组来争冠的球队，能够有更精彩的一场比赛带给大家。我是陈雅礼，跟我们的球评陈美静教练在这边先跟您说声再会。我们在企业排球联赛20年更精彩的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